全世界都在盯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，想知道这个皇帝的新装会以怎样的方式被戳破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可能是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泡沫。但当事情真的发生时，所有人还是觉得太突然了。2025年6月13日，广州扔下了一颗深水炸弹，宣布楼市新政，彻底炸翻了平静的湖面。这波操作的背景可不简单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前5个月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暴跌18%，70个大中城市中，90%以上的新房价格环比下跌。广州的处境更严峻，库存去化周期超过20个月，二手房挂牌量突破14.5万套，房价阴跌不止，看不到好转的迹象。什么他妈的叫惊喜？什么？6月12日，广州市商务局发布《广州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，涉及8大项33条，直接对楼市放大招，全面取消限购、限售、限价，降低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。这可是广州首次在一份方案中喊出3取消1降低，也让广州成为1线城市中首个官宣全面放开限购、限售、限价的先锋。啥叫3取消？简单说，任何人都能随意买卖新房和二手房，政府不再卡着备案价不让降。以前，不管是珠江新城的豪宅，还是花都增城的刚需盘，开发商想降价，没门，突破备案价，打折成交，网签不允许通过。现在房价彻底交给市场，开发商可以放手一搏了。这也标志着1线城市调控模式的彻底转向，从行政管控到市场主导。首先，全面取消限购，取消限售限制，取消限价政策。也就是说，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买卖一手房和二手房了。最关键的是，政府不再管备案价了。举个例子，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个最重要。以前，不管是珠江新城还是花都增城，核心 CBD 到郊区，政府是不允许降价的。定价通过开发商备案价机制实现，如果突破备案价打折成交，就没办法完成网签进行交易。事实上，在5月份，南京的房地产市场曾率先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降价风暴。2025年5月，南京中海地产的3个主力项目中海观江悦、中海观文澜和中海河山，以近乎6折的价格抛售房源，均价直降约40%。例如，中海观江悦的房价从3年前开盘时的约3.6万元每平方米，骤降至2.3万元每平方米，一套110平方米的房子，直接让业主损失约150万元。这种骨折价清盘的举动，不仅让前期业主愤怒，甚至导致部分业主堵门抗议，试图阻止中介带看新房源。但市场就是这么残酷，降价后，部分楼盘几乎卖空，开发商回笼了资金，却让老业主心碎了一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南京早在2025年3月31日就以全面取消限售政策，成为全国首个放开限售的强省会城市。这次的广州楼市新政可谓火力全开，降低首付比例，降低贷款利率，降低商业贷款比例。首套房首付最低15%，二套25%，达到历史最低水平。首套房商贷利率降至3.4%，公积金利率2.6%，较2023年高点下降135个基点，允许公积金同时用于支付首付和申请贷款，实现一笔资金双重功能。简单粗暴地解读这个举措，就是目前为止最便宜的买房钱。简单预测一下这个政策带来的后续市场情况，核心商务区如珠江新城因为稀缺性叠加高端需求出现溢价，产业集聚区如黄埔科学城因为产城融合价值稳健，远郊新城因供应过剩价格会进一步承压。
广州这一波楼市政策简单直接，力度之大，可以说是直接祭出终极大招，彻底撕开了所谓的一线城市的最后一块遮羞布。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需求释放、供应优化、金融支持的三维共振，重构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。短期看，政策将有效阻断市场下跌预期，带动量价企稳；中长期则依赖城市更新与产业导入对住房需求的实质性支撑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现在，全国的目光都转向了下一个问题：继广州之后，谁会是下一个全面放开的一线城市？上海还是深圳？上海在2024年9月已经松绑了部分限制，比如非本地居民购房的社保年限从3年降到1年，首套房首付降到 15%， 二套 25%。但上海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城市。上海统计局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上海常住人口为2480.26万。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持续上升，预计2025年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 22.5%。上海政府正在积极出台政策吸引年轻人。2024年，上海推出海聚英才计划，针对高校毕业生提供租房补贴、落户积分加分，甚至直接送户口。比如复旦、交大的硕士生毕业就能落户上海。虽然上海的底气还能撑一阵子，但老龄化这颗定时炸弹已经在滴答作响。再看深圳，库存去化周期约15个月，二手房价格跌得更狠。2025年3月，均价同比跌了 8.7%。而紧邻的香港，不论是房地产还是经济的低迷，都让深圳的发展萌生了一层阴影。香港楼市2024年跌回2016年水平，住宅价格从2021年高点下跌 27.7%， 库存堆积到2万多套，抛售房子难上加难已成为普遍现象。香港经济低迷，专业人士流失严重，跨国公司员工人数少了1/3，高端住宅需求严重萎缩，这直接影响了很多深圳业主，尤其是远交盘。如果香港继续低价抛售，很可能会逼得开发商砸盘清库存。而作为首都的北京，政策历来谨慎稳健。2024年9月，虽降低了首付和利率，但全面放开的可能性最低。楼市变天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得多。中国楼市的巨无霸泡沫到底会以怎样的方式破裂？是开发商的集体砸盘，还是政策的全面放开，还是市场的无声崩塌？快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预测。别忘了点赞订阅，让我们一起来共同见证。下期视频再见。